林昂是我的高中同学，我们两人谈了5年的恋爱，直到大学快结束，我们走入了婚姻的殿堂。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林昂对我很好，前几天有高中同学建议举办一个同学聚会，同学聚会当天是林昂的生日，我假装有事无法到场，想到时候给他一个惊喜。包间传来大家嬉笑的声音，我的心里都是欣喜，毕竟屋子里都是很久没见的老同学，同时还是林昂的生日。走进包间，突然传来阵阵起哄声，我悄悄打开门，眼前的一幕直接让我愣住了。我高中最好的闺蜜，同时也是现在和我合租的室友康萌，正坐在林昂的腿上，旁边的几个同学不但没有阻止，还一直在的起哄，抱一个，抱一个。听着老同学的声音，我的内心如坠冰窖，只能默默祈祷林昂会拒绝，不如说是我相信他会拒绝。但是林昂让我大失所望，他不仅没有拒绝，还真的抱了康萌一下。要说别的同学不知道我和林昂的关系，我可以理解，但是我这个好姐妹可是对我们2个已经结婚了这件事情知道得清清楚楚。当初我和林昂举行婚礼很低调，没有请什么朋友，但是康萌可是作为我的伴娘出场的，我一时无法接受，但也没有直接冲进去，轻轻关上了门。我决定叫林昂单独聊聊这件事，犹豫了一下，我还是拨通了林昂的电话。喂，怎么了？林昂语气中的笑意还没有褪去，我的心上又被扎了一根刺，看来他心情竟然不错。我冷冷说道，我在包间门口，我不想跟你闹，你出来我们聊聊。林昂的语气一下子冷了下来，你什么时候来的？你出来。我不容林昂拒绝，直接挂断了电话。没过1分钟，林昂就出来了，他紧紧关上了包间的门。我质问林昂，你为什么让康萌坐在你的腿上，还抱了他？你是什么意思？林昂脸色有点难看，他有点不耐烦地说道，你别在意，他们在那玩大冒险，我总不能灭了大家的兴致吧？那你也不能抱他呀，你都是结了婚的人了，在外面应该注意点啊。林昂摆了摆手，我跟康萌本来就没有什么，是你想多了，既然来了就进去吧。还有，别提咱俩结婚了的事，大家都在喝酒呢，闲七杂八的就别往外说了。没想到我们结婚这件事在林昂眼里竟然算是闲七杂八，我心中装满了委屈。进到包间的脸色不是很好，康萌看到我，惊讶地张大了嘴，他的表情有一瞬间的不自在，又很快恢复了原状。康萌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快步走到门口，挽住了我的手。小林，你来了。刚才林昂跟我说你有事不能来，我还难过了好久呢，都没人陪我聊天了。刚刚目睹完康萌坐在林昂大腿上的事，我此时对这个好闺蜜并不能完全没有芥蒂。我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点了点头，挣开了康萌拉着我的手。康萌有点委屈，可我此时已经顾不上照顾她的心情了。或许是我的表情不太好看，气氛有点冷了下来，同学们也不像之前那样吵闹了。离开时，林昂让我先走，他去送几个喝醉的同学。林昂也喝了酒，我有些不放心。走出几米后，我又原路返回，没想到竟然撞到林昂和康萌正在拉手。下一秒，林昂直接亲了上去。之前的事我还可以用大家在开玩笑蒙蔽自己，这一次我是彻底没办法为2人找理由了。林昂对康萌还有些依依不舍，但大概想到我还在等他，
他还是和康蒙告别。看到林昂往回走，我赶忙躲到了一旁。交往多年的老公和最好的闺蜜竟然搞在了一起，这让我在心痛之余又生出了极大的愤怒。两个先前最重视的人的同时背叛了我，我却不能直接上去质问两人是因为什么。我强迫冷静下来，告诉自己要掌握更多的证据。我没有回到我和林昂的家，而是去了和康蒙合租的房子。康蒙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顺心的工作，而我毕业后就已经和林昂结了婚，还有稳定的收入。不想让自己的好闺蜜生活得那么困难，我主动提出和康蒙合租。虽然我承担了大部分房租，但平时我都和林昂住在一起。那个房子几乎是康蒙自己一个人住。等我进了屋，康蒙已经回来了。他看到我来，很惊讶，惊讶之余还有一丝慌张，一直不停地叩首。朋友这么多年，我最了解他的每个小动作在表达什么。我装作迷迷糊糊道：“萌萌，我也喝了点酒，这离得近，我今晚就在这住了。”康蒙点了点头。那我先去洗澡了。我嗯了一声，算作回复。待到康蒙进了浴室，我悄悄进了他的屋子。康蒙的屋子有些乱，衣服洒了一地。我翻翻找找，翻出了一件不属于康蒙的男性衬衣。那衬衣我很熟悉，正是去年我送给林昂的生日礼物。怪不得很少见林昂穿，之前问他还说是收起来珍藏了。我不禁苦笑，原来我一直被耍得团团转。我努力工作，为了和林昂有个好的家庭，为了让好闺蜜康蒙少交点房租，过得轻松一些。结果两个人在我出钱租的房子里，不知道都已经做了些什么，心中无比讽刺。我把衬衫收了起来，出了康蒙的屋子。林昂的电话打了过来：“宝宝，今天我喝了点酒，对你的态度不好。你在康蒙那住完一晚上回来，我给你做好吃的。”林昂最擅长的就是说一些甜蜜的话。之前的我每次还会被哄得团团转，但是这次不会了。我在心中冷笑一声，表面还是温顺地回答道：“好，我有点头疼，先睡觉了。”康蒙从浴室出来，就一直抱着手机，大概是在和林昂卿卿我我吧。我强忍住内心的不适感，等康蒙睡着以后，拿过了他的手机。作为好闺蜜，我当然知道他的手机密码，只是我之前从来没有看过他的手机。林昂和康蒙的聊天记录翻都翻不完。让我没想到的是，两个人已经搞在一起很久了。我查找聊天记录的日期，两人加微信的那天，正是我第一次带着林昂来合租房的一天。聊天记录越看我的心就越凉，挑了几段露骨的对话照了下来。我把康蒙的手机放回了原处。康蒙从浴室出来，我已经进了我的屋子，心中波涛汹涌，但表面上一点没有流露。期间，康蒙来了好几个电话，他都看看我，然后挂断。心中有一种感觉，这就是林昂的电话。林昂也真是大胆，知道我和康蒙在一起，还敢打电话来。为了成全他们这对有情人，我闭上眼睛，装作已经睡着了的样子。康蒙终于接起了电话，房间外不时传来类似宝贝、亲爱的这些称呼，心里萌生的念头坚定起来。我不能便宜了这两个人。一晚上我没怎么睡觉，天蒙蒙亮，我心中冒出了一个想法，给江燕发了个消息，约她见面。我早早就离开了。江燕是我很好的朋友，同时也是康蒙喜欢的类型。到了约定的咖啡厅，我跟江燕说了来龙去脉，所以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江燕很仗义，毫不犹豫就答应了。我带江燕去挑了一束花，
就把康蒙约了出来。我笑着向康蒙介绍：“蒙蒙，这个是江燕，你这么多年都没搞对象，我这做朋友的可看不下去了，给你介绍个大帅哥。”江燕也带着好看的微笑，他长得很英俊，还是康蒙喜欢的类型。康蒙眼神中的喜爱我看得一清二楚。江燕清清嗓子说道：“第一次见女孩子，不知道送什么好，这是我给你买的花，希望你喜欢。花也是我精心挑选的。”康蒙说过最喜欢的黄玫瑰，康蒙开心地接过去。我知道目的已经达成了大半，半截我突然说有事，放任两个人去吃晚餐。我回到了和林昂的住处，林昂已经下了班，做好了饭，看着一桌子的菜，我却完全没有胃口，但依旧表现出了很爱吃的样子。餐桌上，我漫不经心地提起：“对了，我下周要出差，我和萌萌租的那个房子电梯坏了。他住的楼层高，太不方便了，我让他来咱们家住我的屋子，可不可以呀？”林昂对我这番话表示很惊讶，随后他语气淡漠地同意。可是我已经看出了他眉眼间想掩盖却没能完全掩盖下去的那一丝欣喜。饭后，我给康蒙打电话，康蒙接起电话，声音带着一丝笑意。我打探道：“你和江燕相处的怎么样？喜欢吗？”康蒙很欣喜的样子：“还是你了解我，知道我喜欢什么样子的。”我觉得好笑，看来这次是找对人了。我又把下周房子暂时不能住了的消息告诉康蒙：“你就来我们家住吧，要不太不方便了。”康蒙大概是还沉浸在刚刚约会的喜悦，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我挂断电话，在屋子的角落里调试好买来的摄像头。林昂和我的这个假闺蜜，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他们两个人。之后的几天，江燕一直和康蒙待在一起，康蒙也越来越喜欢江燕，两个人的约会项目都是江燕准备的，但是钱却都是康蒙出的。康蒙却始终没意识到什么不对，还一直沉醉其中。这几天下来，康蒙存了几年的钱一下子已经花得七七八八了。到了周一，我如约出差，家里只剩下刚刚搬来的康蒙和林昂两个人。两个人没让我失望，一见面就亲了起来。之后的事也被摄像头一丝不落的都录了下来。我保存下视频，看着两人亲热的画面，心中已经没有伤心了，只有一种看错了人的悔恨。两人结束后，我给康蒙发了条信息，约他出来，楼下咖啡馆，别告诉林昂是我约的你。康蒙大概很疑惑，但终究还是没告诉林昂。康蒙很快下楼，坐到我的面前，我露出一个笑容，说道：“怎么样，和林昂玩得开心吗？”康蒙一下子变了脸色，脸上是抑制不住的慌张。他磕磕巴巴地说：“小林，你说什么呢？我和林昂能玩什么？”我不说话，就这么看着他。康蒙越来越心虚：“你是什么意思啊，小林？”我拿出了一个计算器，3年，我每个月帮你交2000的房租，一共是72000，加上水电费什么的，我也不跟你细算了。你一共要还给我10万。康蒙彻底懵了：“不是小林，你怎么突然说这个？我到底哪里惹你不开心了？”看着康蒙这副无辜的样子，我只觉得恶心。他这副惺惺作态的样子，我以前竟然完全没有发觉。我拿出手机给康蒙看了刚刚录下的视频，还是新鲜的。你们俩在我买的房子里干这些事，刺激吗？康蒙的脸一下子变得煞白，他伸手想夺过手机，被我一下子躲开了。我笑着说：“你不仅要还给我这10万块钱，还要帮我一个小忙。”我装作怜惜的样子，手指抚摸过康蒙的脸，才20多岁，
不想让这个视频被别人看见吧？康蒙握紧了拳头，却不敢反抗。我就这样等着他。过了大概10分钟，康蒙艰难地点了点头。你说吧，只要我能做，其实不难。我只需要你陪我演一出戏。江燕依旧对康蒙很好，大概是在我这受够了气，康蒙越发依赖起江燕，在江燕身上花的钱越来越多。到了我和康蒙约定好的日期，我约了林昂的几个朋友和林昂的父母来家里吃饭。我对外说是我俩的结婚纪念日，想邀请大家一起来庆祝，实则我是要让他最重要的几个人聚在一起，陪我见证这一出好戏。康蒙早早来到了我家，康蒙一来，我就离开了。林昂还是很急不可耐，可因为跟我约定好，康蒙一直在推拒。等林昂拖得差不多了，我带着一行人来到了家门前，说是给林昂一个惊喜。大家都默契地放轻了脚步，客厅很安静，只有卧室里不时传出一点模糊的声音。林昂的几个兄弟互相给了个眼色，一起冲进屋子。我能明显地看到床上的林昂的身子颤抖了一下，心里觉得有些好笑，表面上却表现出一副惊讶的样子。我努力挤出几滴眼泪，冲着林昂喊道：林昂，你在干什么？气氛陷入了诡异的安静。下一秒，林昂的爸爸直接拿起了旁边的扫把，朝着林昂扔去。林昂躲避不及，身上被砸出了一个大红印子。可此时的他已经顾不上这些了，他跑到我面前，拽住我的手：小林，你听我解释。小林，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甩开他的手，摸了一把脸上的眼泪。你不用解释了，我都看到了，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一旁的林昂妈妈有些站不住了，林昂扶住了他，却被他一下子甩开。你混蛋，我们没有你这样的儿子。林昂妈妈说话有些断断续续。林父看了站不住了，冲着林昂说道：我们家算是容不下你这尊大佛了，林家没有你这个孩子，咱们断绝父子关系。说罢，林父就扶着林母离开了这个混乱的地方。林昂的朋友没有说话，但神色各异，大概心里早已经对林昂这个人大有改观。我还在尽职尽责地抹着眼泪，林昂的朋友们也都不想掺和进来，话也没说就都离开了。这下子林昂在他所处的圈子里算是彻底待不下去了。康蒙在旁边一直没说话，看着林昂苦苦哀求我的样子，也算是让他看清了这个不负责任的男人的真面目。我擦干净眼泪，脸上没什么表情。林昂被我这川剧变脸的速度惊到了，他大概也是意识到了有什么不对。等等，你不是说你去出差了，怎么带着这么多人回来？我冷笑一声，说道：我要真去出差，还能带着大家看到这出好戏吗？林昂不可置信地说道：你是故意的。我内心有些畅快，笑了笑，说道：对呀，我就是故意的，而且我还和康蒙串通好了，我们两个就是在玩你，怎么样，开心了吗？林昂的脸都红了，他愤怒地看向康蒙，康蒙被他的眼神看得有些害怕。下一秒，林昂就扇了康蒙一巴掌：你这个贱人，竟然敢玩我，看我不弄死你！林昂此时已经没有理智了，我拿出手机，迅速报了警，上前拽开了林昂。他还想再打康蒙，却也抵不过我们两个人的力气。不过即使被控制住，林昂的嘴里还是在不停地咒骂。不一会儿，门外就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几个警察鱼贯而入。林昂怎么也没想到我就直接报警，他脸色难看，还想狡辩。我拿出了之前放在屋里的摄像头，没想到林昂会这么冲动，
摄像头又派上了用场，我和康蒙都被带到警察局做笔录，但因为视频清清楚楚，没给林昂狡辩的机会，他被直接拘留了。出了派出所，外面的天已经暗了，林昂这边的事情算是告一段落。我看向康蒙，接下来就是我的好闺蜜。我给江燕发了一个消息，江燕很快出现。康蒙看到江燕还有些惊讶，他努力挤出一个笑容上去，就想挽江燕的手，之后被江燕一把拍开。江燕不留情面地说道：“康蒙，我们分手吧。”康蒙一时没反应过来，等他理解江燕的话，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江燕继续说道：“我就是故意接近你，我也没真的喜欢过你。现在我们可以结束了。”这话对于康蒙无疑是晴天霹雳。我当然知道康蒙已经喜欢上了江燕，存下来的钱也为江燕花得所剩无几。我正是想让他也试试被喜欢的人抛弃的滋味，毕竟我之前也是真的很爱林昂。我上前挽住了江燕的手，江燕又重新露出了笑意。康蒙瞪着我，我冲他摆了摆手：“你和江燕是什么关系？”康蒙质问我，我有些不以为然道：“就是你想和他成为的那种关系了。”康蒙眼眶通红，整个人都很凌乱，但我心中并没有怜惜，因为是他先手伤害了我。哦，对了，别忘了我的10万块钱。说罢，我心满意足，拽着江燕离开。等到出了康蒙的视线，我才放开了江燕。江燕，谢谢你啊，帮大忙了。我有些不好意思。自始至终，我让江燕去接近康蒙，她都毫无怨言。江燕看着我：“小林，和我在一起好不好？”我一下子有点发懵，我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是江燕对我的好，我确确实实看在眼里。江燕摸了摸我的头：“不要因为林昂那一个人渣就怀疑我，我和他不一样，要不要和我相处试试？”我心跳得很快，江燕的眼神很认真，我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在见到林昂是1个月以后，他早已没有了之前那副衣冠楚楚的样子，脸上布满了胡茬，衣服也很破旧，没人陪他来法院。林昂大概已经孤立无援了。我向法院提交了林昂的出轨视频，法院判决了离婚，婚后大部分财产都归了我。林昂还要赔给我一笔精神损失费。大概林昂的公司也知道了一些事情。林昂进了派出所没几天就被辞退了，他要赔给我的损失费，对于现在的林昂来说，可谓是一笔天文数字。可是也没人会帮他了。那之后，我不再拼了命的上班，每个月有2笔固定的收入，分别来自康蒙和林昂的赔偿。我和江燕也相处得很好，最后我决定要和他在一起。虽然经历了一场失败的婚姻，但是恶人都得到了恶果，我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虽然中间经历波折，但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